行，还行吧。哎，这边太高了，放低点。哎，好嘞。这边太低了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得一样啊。哎，好。都给我弄好了。哎，下边那个往上抬。好，往上抬。那块布看见没有？哎，好。对了，再往高点来点。怎么回事呢你们？啊，再高点啊。哎，行。现在好，好漂亮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啊！站着干嘛呢？啊，还不干活去？不干活等着开饭呢，一个一个的。薛妈，薛妈，薛妈！大小姐打扮完了没有啊？你赶紧去看一下呀！好，什么事都靠我一个人，想要累死我呀！哎，小心啊！放。不早了，换上睡衣，早点休息吧。你睡吧。俊杰，我愿意和你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，直到你忘了雨涵为止。
委屈你了，让我睡这儿吧。发什么愣啊？妈，苦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修成了正果，妈替你高兴。告诉妈，昨天晚上他对你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他惹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对你挺好的，你干嘛还愁眉苦脸的？我就是在想，俊杰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。那倒也是，毕竟新婚燕尔嘛。他现在在工作，下了班就会回来的。想他了是不是？你放心，他现在已经是你丈夫了，绳子拉在你手里，俊杰再怎么样也走不了的。他要是再敢像以前那样欺负你的话，你就告诉妈妈，我绝饶不了他。不会的，妈，俊杰人很好，他不会欺负我的，你别找他茬。都说女心向外，这句话一点都不错。刚一结婚就向着你的丈夫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他要是对你好，我疼他爱他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找他茬？俊杰跟我说，他现在是苏家的一份子，是苏家的女婿，今后他会加倍努力工作，来报答苏家，孝顺您的。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怎么样，现在知道结婚的好处了吧？当时让你结婚，你还不乐意呢。太好了，我们母女现在终于是苦尽甘来了。只剩下志伟了。志伟要是在就好了。这小子没有良心，一走就毫无音信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把他拉扯成人的妈。妈，你别难过了。我想志伟终有一天会想通，他会回来的。他不会回来了，他心里一定恨死我了。我让他蒙羞，我让他没有面子。你还有我安慰，我呢？谁来安慰我？谁知道我的苦？俊杰，你还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？那时光像一
一匹骏马。你若青丝，我不忍白发。多少春天开错了桃花，庭院内万事无奈牵挂。有缘相逢，穿透了命运的尘埃。有缘相爱，庭院深深深入海。有缘相思，人情线长满情人情线怀。长满情怀，有缘相守，有缘相守，才明白情深，才明白为你而来。老罗，哎呀，你可是大忙人啊，怎么今天有空啊？我是来辞行的。啊，你要走了？去哪儿啊？医院派我驻守湖南分院，过几天就得走马上任了。好事啊！来，坐坐坐。老罗啊，你来给我们学校义诊，咱们老同学好不容易才聚到一块儿。现如今，你这一走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别婆婆妈妈的，哎，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？倒是咱们以后啊，要各自保重啊。哎，老罗，趁你现在还没走，到家里吃个便饭吧，我得给你践行啊。当然了，你不邀请我也会开口。哎，嫂子做的黄酒鸡啊，真是令人口齿留香，回味无穷啊。现在我这一走啊，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吃到。看来这个黄酒鸡啊，比我这个老同学更值得你怀念啊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看就今天晚上吧，顺便把苏老师也叫过来，一起聚聚。哎，当时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你老罗呀，还真成了大医生啊！来，康康，吃个肉丸子啊！哎，张嘴，来，康，哎，吃一个啊！哎，来，康康，来，妈妈喂你啊！来，我来抱吧。不用了，哎，来，康康，让妈妈好好吃口饭。不用。哎呀，你快吃吧，我喜欢康康让我多抱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否则呀，我这一去啊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抱得康康啊。你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婆婆妈妈啊！哎，咱们大家伙聚在一块儿吃顿饭，真是不容易。我看，咱们照几张照片吧。啊，哎，等着啊，我拿相机。你快点啊！哎，靠拢点啊，拍了啊！哎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来了啊！哎，你们拍一张啊！啊，国栋啊，多拍几张啊！哎，你们俩靠近点，来，康康看这儿，看这儿啊！哎，我说呢，我总觉得苏老师像一个人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香姨啊，太像香姨了，你说呢？苏老师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特别像。老罗，像不像啊？是有点像。哎，快拍啊！哦，康康看这儿，看那儿，看那儿。哎呀，真像全家福啊！是很像全家福啊！我哪有这个福气？哎，老罗，我有个小提议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康康，康康也这么喜欢你，干脆收康康做干儿子吧，如何？哎呀，康康，没有这个福气的。家里有红包袋吗？给我来一个。哎，家里还有吗？有，你等着啊！
来。哎呦，小康康，你呀，以后有个干爸爸了，知道吗？来了来了，辛苦。老罗，来，康康，这是干爸给你的见面礼。快收着。说谢谢，说谢谢干爸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这是小礼。明天呀，干爸就带康康上街去买玩具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好不好啊，康康？啊，你说好？你看他只认钱。老罗，慢走啊！好好好。啊，罗大哥，罗大哥，外面天气冷，这条围巾送给你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对康康的照顾。康康有冷有热，都是找你，而且你还收康康做了干儿子。我知道你要走了。也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给你。这条围巾是我自己亲手织的，礼轻情意重嘛。希望你能够笑纳。谢谢你，不过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这条围巾织得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不过我想这是你要织给别人的礼物，我要是收下，你不就得另外想其他的办法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这条围巾啊，是我打发时间的时候啊织给自己的。你瞧，这是白色的，男女都能戴。你就笑纳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我来吧。马戏表演好不好看？太精彩了，康康还是第一次看呢，是吧，康康？马戏团里有好多小动物，对不对呀，康康？啊哦，累啦。哎，有冰糖葫芦。哎，康康，你看有冰糖葫葫芦啊，咱们看看去。爸爸买给你吃啊，吃哪个好呢？哎，吃这个。哎，好。好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爸爸，康康，这是糖葫芦。爸爸，糖葫芦你想吃吗？再来一个。哦，爸爸又拿一串啊。哟，怎么样？好甜啊。好甜呐。最爱吃冰糖葫芦了。康康想不想吃啊？好。哦，是爸爸坏，打他，爸爸不好，打他，是爸爸不好。不哭。回家喽。回家喽。这就是康康的爸爸，没搞错。我亲耳听到康康叫这个男人爸爸的，错不了。可是雨涵说她丈夫死了，那你确信啊？那她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丈夫？这也许是人夫妻吵架不方便对外人说，瞎编个理由呗。哎，再说你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，从来不说瞎话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没有说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嗨，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？好啊，走。俊杰，你不能再喝了啊！给我。你已经喝醉了。我没喝醉，我很清醒。酒给我。你喝醉了。给我。慢点，你看看你，还说没醉，站都站不稳了。走，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你走。俊杰，
要走你自己走。大小姐，快别等了，去睡吧。姑爷他不会有事的。或许他和别人在应酬，脱不开身啊。我刚已经问过华副总，今晚厂里根本就没有应酬。华副总也不在他身边，有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嘛。不可能。喂，请问找哪位啊？我找你们大小姐。哦，稍等一下，大小姐，你的电话。你好，我是苏雨桐，你哪位？我是郑玉。是这样的，俊杰他喝醉了，这么晚了我也找不到车，你能不能派车来接他一下？他人在哪儿？大小姐，等一下，让我进去吧。里面都是些买醉的男人，有失你大小姐的身份。不用了，你在这等我就好了。哎，大小姐，欢迎光临。好，来，先干一个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干什么？长得不错吧？坐，陪大哥喝一杯去。你走开！哎，你敢推我大哥？走，陪大哥喝一杯。走开！大哥，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，连个小妞都搞不定啊！你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俊杰！俊杰！大哥，喝一杯！救命！走吧！俊杰！走！嘿！哎呦！我们这里有人打架了，有人受伤了。大哥，报警了！走。俊杰，快进来。小心点儿。哎，慢点啊。小心。哎，你下去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来，别动。喝口水，慢点。怎么样？你哪里不舒服？啊？都怪我不好，你是为了我才跟人家打架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走，走，走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我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对我？我叫你走！
我不要再见到你！不要！我不要见到你！你走。行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走就走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死了算了，我要死，死了算了，死了算了。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俊杰，你别这样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离开你了，还有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们都是骗人的，我不要你们可怜我，不要可怜我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要你活下去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给我好好的活着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雨涵，俊杰，俊杰，放开我！俊杰，俊杰，放开！雨桐，雨桐，雨桐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昨天你喝了很多酒，跟人打起来了。然后呢？俊杰，我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做一个好妻子，给你生一个孩子，照顾好你的生活。俊杰，我还会……别说了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我要赶着上班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方俊杰，你让我难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今天又有什么大新闻啊？报纸在那儿，自己看吧。好。哎，看看。喂，你又吃土豆啊？嗨，我就爱吃土豆。哎，
这大发面粉厂的接班人，长得挺帅的嘛。是吗？是吗？我看看。哦，原来他姓方，是苏家的上门女婿。我看看。哎呦，这女的长得也挺漂亮。嘿，姓方的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怎么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哎呀，攀上豪门，享尽艳福，一辈子不用奋斗，谁不想啊？可惜啊，长得没人家帅，想都别想。这报上写的这女的叫苏雨桐。哎，苏老师啊，她是不是你的亲戚啊？不是的，我怎么可能有那么阔绰的豪门亲戚呢？不是的，就是，豪门千金和穷教员八竿子打不着。卢老师，你怎么会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啊？这不是巧吗？你看苏雨桐、苏雨涵，只差一个字。哎呦，别看只差一个字，这命可就差远喽。苏雨涵，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你难过什么呀？你应该祝福雨桐才是，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是。你哭什么？君姐，雨桐，别辜负我，祝福你们，我祝你们幸福。康康，妈妈，妈妈，康康，今天乖不乖啊？康康很乖。哦，是吗？他呀，真是个好奇宝宝，趁我不注意，拿了我一包面粉和水，说是要包包子，弄得自己啊满头满脸都是面粉，这不刚洗干净吗？是吗？康康，你怎么那么顽皮啊？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康康想做包子给大伯大妈吃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哎，不过小孩子顽皮点好，否则大人才要担心呢。康康，妈妈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乖，要听话，不能让大妈累着，知道吗？大妈累了，康康给大妈捶捶背。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只要我一说累了，他就使劲的给我捶肩、捶背。你说怎么能不招人疼呢？是不是？妈妈，我帮你拿菜。拿得动吗？拿得动。拿得动啊，那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啊！走走走，好好好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今天啊，我领薪水了。这个呢是康康这个月的保姆费，你拿着。不，这个钱啊，我不拿了。你多留些钱在身上，将来会用得着。将来？将来怎么回事啊？上面有公文说，日本人蠢蠢欲动。哦，你梅大哥去城里开会，就是去讨论对策了。哦，怪不得这2个星期啊，梅大哥老是往城里跑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记住啊，千万别说出去，免得人心浮动。哎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必须要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嫂子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先通知我，但这事情啊一码归一码，所以这保姆费你还得拿着。不拿了。4年了，康康在我们身边，也给我们夫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现在不拿，以后也不拿了。你还是把钱存起来，康康以后啊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
嫂子，你跟梅大哥都是好人。等我以后有能力了，我真的要好好报答你。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咱们呢，就是有缘啊。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吃饭的时候不能玩玩具，放下。来，大口大口，哎，好。妈妈，我想爸爸，爸爸去哪里了？不是爸爸，是干爸爸。爸爸为什么是干的？因为你不是他的儿子，他认你做的儿子，他不是你爸爸，你认他做的爸爸，所以呢，这个爸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假的？哎呀，怎么跟你说呢？就是，哎呀，跟个孩子说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爸爸不洗澡，所以爸爸是干的。好。我们就这么理解，他不洗澡，所以是干的。那我们吃饭好吗？哎，好。妈妈，我想爸爸，爸爸会不会想我？会呀，干爸爸一定会想你的。那他会不会想你？问那么多话，小孩子自己吃，都那么大了，好好吃啊！俊杰，先别写了，来，喝碗燕窝汤。先放着吧。你今天一回来就写到现在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答应了报社，必须要如期交稿。那我呢？你答应我的事，可从来都没有兑现过。我答应过你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你从来不会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到底什么事啊？你说。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了？又惹你生气了？他只顾写他的东西，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为了这么一块朽木，气坏了身体，犯得着吗？我就不信，我降服不了他。看你那样子，认命吧，反正他逃不出你的手心的。我就不信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薛妈，薛妈，
薛妈，大小姐有什么事吗？把这燕窝拿去给我倒掉。这么珍贵的燕窝倒掉多可惜呀！人家都不懂得珍惜，你可惜什么呀？快拿去倒掉。老夫人，怎么啦？也许是姑爷惹大小姐生气了。哎，小童啊，掉头。方总，什么事？啊，我忘了带合约。哦，小童，前面掉头。好。自作自受。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不要费心思，你偏偏不听我的，自讨苦吃。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是苏家堂堂的大小姐，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穷小子低三下四的。什么话都让你说完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没照你的意思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，嫁给了一个穷小子，所以你讨厌俊杰，你瞧不起人家，所以你巴不得他离开我。没错，我就是瞧不起方俊杰。要不是你寻死寻活的，我根本就不会答应这门婚事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想让我跟他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。你在他那受了气，你反过来气我。我是你妈，你能这样对我吗？你是我妈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就算我们断绝母女关系，我也绝对不会离开他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？志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要是在这个家里，我们大发面非常总经理的位置也不会让给一个上门女婿呀。俊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取东西。方俊杰，你站住！我赶着要去签合同，有什么回来再说吧。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说话？你又想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无视我，冷淡我？为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竟敢跟雨桐这样说话！如果不是雨桐，你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穷光蛋。什么东西，卑鄙无耻到极点！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那我辞职不干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干就不干，说大话谁不会？你吓唬谁呀你？我才不信你能舍得这样的荣华富贵！妈，你少说两句。你清醒一点吧，他就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才娶你的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好，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，那雨桐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从来都不想，也永远都不会想，要占你们苏家半点好处。听见了没有？才聊几句你就露了馅儿了。你看到了没有？他根本就不在乎这段感情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根本就治不住他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害得你妈跟你一块儿吃瘪。
老板，你总算出来了。我爸和我妈呢？肖总身体不好，夫人陪他去香港治病了。我爸怎么了？自从你进去以后，老爷就病了。为了等你出来，这些年一直硬撑着。前不久，姑太太给肖总找了个名医，在夫人的劝说下，才离开上海去香港治病。佳丽，妈，有什么事吗？身为岳母，做人家的长辈，只有盼女婿女儿好，哪有劝他们分开的？不要看薛妈，你的声音大的，天上的神仙都听得见。妈，方俊杰对雨桐不好，既然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，那又何必硬凑合在一起？有意义吗？当初已经说了，这桩婚姻是雨桐硬求来的，有委屈也只能往肚子里头吞，凭什么怪人家俊杰呀？就像当年，伯庸明明知道我不喜欢欢唱中的女人，他硬要娶回来，我有办法吗？我觉得方俊杰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明明是冲着苏家的钱来的，如果您再不压制他，这以后大发面粉厂的姓就得改成姓方的。我可是为了苏家着想。哼，哎，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着想吧。妈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可是不能怀疑我对苏家的忠心。自从我嫁给伯庸以后，对苏家从来没有过二心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是有目共睹的，大家的眼睛都没瞎呢。妈，好了，从今以后我不希望听到重伤俊杰的话。重伤？没有证据，就是重伤。对不起。雨涵是我的老婆，为什么要和我抢？你把她还给我！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我和雨涵结婚，你能冷静吗？我能让你死第一次，就能让你死第二次。不要！方俊杰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？
个女人为你倾倒。雨涵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方俊杰？为什么你不把我当回事？凭什么他们双宿双飞，我却在牢里吃尽苦头？我绝不善罢甘休！哎，副总，我们去哪儿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应该叫我什么？老板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苏家。苏家？现在啊？对，就现在。哦不，先去买点东西，不能空着手去苏家。老板啊，有件事恐怕你不知道，方俊杰和苏雨桐结婚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已经3、4年了吧？那雨涵呢？苏雨涵不太清楚，但据说没住在苏家。老夫人，喝水。哎，奶奶，小健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出来2天了，这2天忙着处理公事，所以今天才有空前来登门谢罪，一点小礼物，奶奶您请笑纳。我不稀罕，你拿回去。奶奶，我真是鬼迷心窍。我知道我犯下的错，再多的歉意也弥补不了对苏家的伤害。你知道就好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奶奶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往死里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往死里打我吧，奶奶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！放手！干什么呀你？只要您能解气，您打死我都行。你跪着干什么？啊，我还没死呢，不需要你跪。奶奶，我知道我万死难辞其咎，我天天在狱中反省自己，我天天自责。我想着奶奶对我的好，想着和雨涵、雨桐兄妹般的感情，我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冲动，犯下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我甚至还想了结我自己，以死来向大家赎罪。你死了，又能改变什么事实吗？是，我死不足惜，我死了也无法弥补对苏家造成的伤害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死是一种逃避的行为，我应该勇敢地去面对。起来吧，站着说话。我一身罪孽，除非奶奶答应原谅我，否则我永远都不起来。你这孩子就是这样，爱钻牛角尖儿，死都不转弯儿，所以你才会看那一枪。奶奶教训的事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改。奶奶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你原谅我吧。你要的原谅不是我，是雨桐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你那一枪，他得了气喘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照理说，肺部受伤，只要细心照料，是可以痊愈的。这孩子也不知道跟谁较劲，死都不服药，就造成了终身的遗憾。我对不起雨桐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
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奶奶让你起来你就起来。阿姨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雨桐也不会怪你。要怪啊，只能怪那个雨涵，水性杨花，才会惹出这祸端。我们家雨桐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，才会跟她做了姐妹。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呢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雨涵如果不爱萧剑，就不应该答应这门亲事。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那就要认命。如果脚踏2只船，迟早是要翻船的。哎，你要搞清楚，当初是我千求万求，求咱们雨涵嫁给萧剑的。你这么说，是拐了弯骂我了？妈，凡事呢要讲一个理字。明明是雨涵犯错，为什么受伤害的是雨桐？还有这个理吗？再说了，萧剑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。当初我们苏家在最危难的时候，是郑豪夫妇伸出了援手，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。这样的话就恩怨相抵了，您说是吧？这简直是作孽嘛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累了，行吧，快，奶奶，快扶我回房歇着。妈，滚开！奶奶，老夫人您慢点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。行了，你怎么来了？雨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身体好一些了吗？那还不是得感谢你吗？送给我一份终身难忘的礼物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伤害到你。俊杰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们啊！听说你跟雨桐结婚了，恭喜啊！真是好事多磨呀！不经历生死关头，不知道原来你最爱的是雨桐。说起来，你还得感谢我那一枪呢，让你及时的清醒过来。小剑，没想到你人在牢里，对我们苏家的事倒了如指掌了。哪里啊？不过我做梦都不会想到，雨涵居然会离开苏家。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怎么那么容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？原以为你的命会比我好，没想到更惨。有种你再说一遍。俊杰，雨桐，雨涵呢？找他做什么呀？这苏家所有的人都见了，总不能落下他吧？这说起来，我还真是想念他。俊杰，你不介意吧？那我告诉你，雨涵已经有丈夫，有孩子了。阿姨，方俊杰说的是真的吗？雨涵有丈夫和孩子了？没错，她就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多少年前我就告诉你不要惹她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她丈夫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死了。死了？只要跟雨涵沾边的人，就不会有好下场。方俊杰是因为碰上雨桐这个死心眼的人，帮他逃过了一劫，要不然的话，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你明知道雨涵丈夫死了，为什么那样说？那你要我怎么说？我看你是害怕萧剑去找雨涵，所以才拿她丈夫孩子当挡箭牌。你又想说什么？说吧，你是不是又瞒着我和雨涵见面了？说呀，回答我呀！我只是一时口误，你不要吹毛求疵了，好不好？你一定是瞒着我和雨涵见面了。
我问心无愧。我不信。你要是心里边没有鬼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厂里上班啊？我是怕你体力负荷不了，万一病又犯了，谁担待得起？我们自家的厂，累了就休息，你有什么可紧张的？这样岂不是公私不分吗？那我以后怎么服人？行，反正你怎么说都有理。哼。哎，老板，方俊杰刚进去，你碰到了没？啊？没想到雨涵还是嫁人了，我这5年的牢算是白做了。方俊杰，你是始作俑者，所有的账都记在你头上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开车啊！真是天助我也！老板，你找我？怎么，你办不到啊？这事没办过，不过没办过不代表办不到啊。要不我试试？去吧。来来来，大家过来一下！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！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哎，都过来！这批货是运往嘉定做促销的样品，所以一定不能出任何问题跟差错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就开始分组，然后进行包装。包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封口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我们要做出最好的面粉，只有最好的东西才能打开我们的市场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事情马上就会爆发出来，到时候千万不能慌，不能乱，知道吗？那是。哎，你别看我王小毛是个粗人，这点心眼儿我还是有的。万一查到你头上，打死都不能承认。这件事情被发现了是要坐牢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跟身家性命过不去的。不过这钱少了点。哎呀，等事情闹大了，我全都会给你的。可是要不是为了我妈的病，好了，钱我会给你的。我跟苏家有仇，我是来报仇的。兄弟，后面有的是你赚钱的机会，懂了吗？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小毛，朱领班，好些了吗？吃了药，好多了。那我干活去了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，方总？是这样的，王小毛闹肚子，一上午已经跑了好几趟厕所了。我看他情况不对，就让他找个医生瞧瞧。哦，你处理得很好。哎，谢谢方总。请问华副总在不在？哦，他去谈事情了。你有什么事啊？啊，这个月都是大单子，华副总担心生产赶不上进度，现在已经如期交货了。
我来汇报一声，好让他安心。那加定加薪的单子也都出货了吗？已经开始包装了，估计今天下班前就可以出货了。老板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你确定不会暴露？不会暴露，他根本不认识我，而且他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，不会有事的。现在还有一件事情。哦，老板，你说。去打听苏雨涵的下落。嗯，你不是说她已经嫁人生子了吗？你还找她干嘛？苏家个个别有用心，我不相信他们。我要眼见为实。老板啊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报复。我要苏雨涵跪在地上求我娶她，然后再把她一脚踢开。老板啊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你看啊，夫人好不容易把你从牢里弄出来，你现在一出来就要搞这种事情，我怕夫人会不高兴啊。你不跟她说不就行了？哎呀，这种事情纸包不住火的，我不说，那夫人万一她……要真是这样，出卖我的人一定是你。我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老板，你不要冤枉我呀，我一直对你很忠心的。那还啰嗦什么？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哦。苏雨涵，我因为你坐了5年的牢，吃了5年的苦。我要是不把我失去的夺回来，我就对不起我自己。等会儿，干什么？我给你打听个人。什么人？苏家2小姐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这边说。哎，前些日子2小姐回来过，还生下个男孩，可是就是没见过二姑爷。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这我们做下人的呢，也不敢过问。不过，过了不久，2小姐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家出走了，去哪儿了可就不知道了。快点快点，等等我呀！那么慢呐！哎呀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干什么呢你？哎，老头儿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苏雨涵的老师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打听过了，他就在这儿教书。不准进去。上面写着，未经允许，非本校教职员工谢绝入内。狗屁规矩，我自己找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怎么想找茬是不是？走走走，快走！你快点走啊！走。啊，好。哼，莫名其妙，穿皮鞋穿西装就了不起了，真是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王叔，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刚才那家伙找苏什么涵的，哎呀，我跟他说了没这个人，他就发火了。丁老师，你说这种人他讲不讲理啊？这位先生，你是要找苏雨涵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认识他？那你和苏雨涵是？啊，我们是朋友。朋友啊？啊，你找他什么事啊？你什么呀？你不告诉我你找他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告诉你苏雨涵的下落呢？不说是吧？不说拉倒。其实是我们老板要找他。你老板是？我
我老板是萧氏房地产的萧总，萧总说几年没见雨涵小姐，非常想念她。可是我认识的这个苏雨涵已经不是什么小姐了，她50多岁，守寡也30年了，应该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过来洗手啊！一回来就玩啊？啊？哦，雨涵，大妈，嫂子，哎，康康乖。雨涵，刚刚国栋打电话回家，说有个叫丁倩的打电话到学校找你。他没说是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不过你梅大哥把家里电话号码给他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就会打过来。哎，你看，刚说着电话铃就响了。哎，嫂子，你帮我看着康康啊，康康跟大妈玩啊。嗯，康康真乖。喂，雨涵，我是丁倩。啊，丁倩，什么事啊？萧剑派人到学校找你。萧剑派人到学校找我？来的那个人说他是萧氏地产的少东家，我想应该是他，没错。萧剑出狱了？应该是的。那个人说萧总好久没见你了，挺想念你的。让你死第1次，就能让你死第2次。不要！那他找我有没有说要做什么？是不是他对你还不死心啊？难道他没听说吗？我嫁了人，我生了孩子，他还找我做什么？那你见还是不见他？当然不见了。雨涵，你快过来啊！来了来了，丁倩，我有事，我待会儿打给你啊。喂。怎么了？快看看，看看怎么了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有吓妈妈？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咬着，怎么了？赶快送医院吧！好，快走！我儿子这2天是有点发烧，但是我给他吃了退烧药就没事了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是啊，这孩子感冒发烧闹肚子是常有的事，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医生，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这孩子可能是羊癫疯，就是癫痫症。癫痫症？不，医生，我儿子平时体质是有点弱。但也不可能得这种病啊！他怎么会得什么癫痫症呢？医生，是啊，医生，好好的孩子怎么会得这种病啊？有可能是父母遗传的因素，也可能是因为发烧而留下的后遗症。详细的原因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医生，给我儿子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。不管多少钱我都能付，我都可以付的。就是医生，目前没有药物可以根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病会跟着我儿子一辈子。是的，不过只要小心照顾，羊癫疯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现在要注意的是，尽量别让孩子独处。如果再发作了，不要用力拉扯他的四肢，让他侧躺，避免窒息。哦。知道了，医生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康康还那么小，这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
康康一看就是有福气的孩子，没事的。我明白。以后啊，我要更加用心的去照顾他。可是我一个人还得赚钱养家，这眼下局势又那么乱，还有我和你梅大哥啊，咱们互相照应，没事的。儿子，康康，儿子，让妈妈看看，啊，摔疼没有啊？哪儿疼要告诉妈妈，疼不疼啊？啊，康康不疼。那你小心点嘛，啊，以后玩的时候小心点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康康都说了，他不疼，啊。去了，啊，去玩吧，小心点啊。小心一点啊。哎呀，你太紧张了。孩子小啊，这种病他断不了根儿的，会跟着孩子一辈子。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什么孽了，我儿子会得这种病。你别迷信了啊！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有可能是发烧引起的后遗症，也有可能是家族遗传。我们家里没人得这种病，没有人得这种病的。那会不会是他爸爸那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儿子。这仗一打起来，北平肯定乱。上次日本鬼子打到闸北，我这心里啊，成天提心吊胆的。妈，没事儿，北平还远着呢。同在一个国土上，所谓牵一发动全身。俊杰呀，你常在外面走动，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现在时局很混乱，还没有明确的消息。不过打仗可能会影响运输，我现在是担心运到华北的那些面粉会不会受影响。喂，薛妈，方总在吗？稍等一下啊，姑爷，您的电话。好。喂，方总，我是华安，货已经送到了。好，辛苦了。那你下班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好，方总再见。再见。谁打来的？华副总，他主动追踪，告诉我，送去华北的那些面粉已经运到了。哦，自己人就是自己人，关键时刻就彰显出来了。不过我现在还担心，运到嘉兴和嘉定的那批面粉，能不能如期到达？长江以南应该不会有事的吧？现在时局每天在变，谁知道会怎么样？我们要有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。怕什么？连牢饭都吃过了，还怕过苦日子？不过你说的也对，我们应该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，省得今后不适应，这日子难过呀。妈，多吃菜，少说话。吃什么吃？薛妈，以后我们家呀就吃阳春面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咱们家还有一个煮阳春面的高手呢。说够了没有？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！吃饭啊！
这个地方再去修改一下啊。好。编辑部，有大新闻，有人吃了大发面粉厂的东西，上吐下泻，已经住院了。好，快来吧，我在医院等你们。好。主编，我看这样改就可以了。主编，主编，有人提供消息说吃了大发面粉厂做的东西上吐下泻，已经有不少人住院观察，内情似乎不简单。这可是大新闻啊！赶紧核实追踪，通知美编放头版。是。哎，大发面粉是老字号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一个个睡死了，连接电话的人都没有。苏公馆，大小姐，我是华安。现在都几点了？你要把所有的人都吵醒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找方总有事。方总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这是非同小可，请大小姐务必让方总接电话。那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一样。嘉定和嘉兴的那批面粉出了一些问题，你全处理就好了。我要能处理，就不打扰方总了。跟你说过，方总在睡觉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你什么时候醒来的？什么事？方总，嘉定嘉兴的那批面粉出了一些问题，顾客吃了以后上吐下泻。那也不一定是我们面粉有问题啊。是经销商在促销的时候，有几个去医院就诊的病人说是吃了试吃的面食后开始腹泻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的品管一向都很严谨，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呢？我也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。剩下的面粉已经被有关单位拿去化验了，明天应该会有结果。那好吧，保持联系，有什么消息赶紧通知我。知道了，方总。方总，方总，你看，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，今天就有报道，这显然是有备而来，难不成有什么阴谋？如果是太平盛世，我就不敢说，但现在是国难当头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谁有这个闲情逸致啊？是啊，只怪记者的鼻子太灵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情况紧急，没通报就进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先说，你们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？是有人打电话给报社提供消息，是什么人？不知道，对方没表明身份。不过经查证，确有此事，对吧？化验报告还没有出炉，无凭无据，你们就这样报道，对我们大发很不公平的。我来就是告诉你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问题就出在你们大发面粉。不可能，化验结果是面粉里含有巴豆啊。巴豆？这巴豆能引起腹泻吗？巴豆磨成粉，掺在面粉里，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，所以这不是意外，是人为，是有人要对付你们大发，所以在面粉里做了手脚。本是100年历史的大发面粉质量出现问题，试吃者食用后出现严重腹泻的现象。经过化验，证实面粉中含有巴豆粉末，相关单位已展开调查。但市民对大发面粉的质量已产生质疑。下面播报本台的其他新闻。方俊杰，这回我看你怎么收拾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大发应对了很多的挑战，那是全靠各位的同心协力。每一次的困难，我们都能克服。业绩更屡创新高。到了现在，我们的销售版图已经拓展到西北，这都是我们大伙儿一起努力的成果。所以，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人、任何事情破坏大发的声誉。
今天的新闻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谁在面粉里面下巴豆，最好能主动自首，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。法网恢恢，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南京访客到，南京访客到。一定是红祥张老板。朱领班，啊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好。我也就不绕弯子了，谁干的好事，站出来吧。什么？有胆量下药，没有勇气站出来？听好了，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。等警察找上门来，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方伯伯，我是雨涵，我身边的康康是您的孙子。方伯伯，我替我们方家养育了一个后代，我知道，如果您还在世的话，一定会很高兴。是吗？虽说康康现在还不能信方，但我向您保证，等时机到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我们康康认祖归宗的。明天我和康康就要离开这儿了，去往大后方。希望方伯伯保佑您的孙子，保佑我们母子俩。妈妈为什么哭？妈妈不哭。妈妈不哭啊。妈妈，您在拜谁？这是谁的墓？儿子啊，这个爷爷呢，是康康和妈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亲人。这个爷爷活着的时候啊，对妈妈非常非常的好。儿子，来，我们跟爷爷说。爷爷，我是康康。爷爷，您保佑康康平安的长大，康康会很乖的。快说，啊！爷爷保佑康康平安长大。方伯伯，你也要保佑俊杰和雨桐夫妻和乐，幸福美满。来，康康，我们给爷爷鞠个躬。跟爷爷说再见。爷爷再见。来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我爹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方伯伯生前对我不错，出于对长辈的敬仰和缅怀，我临走之前过来看看他，也是应该的。你要离开上海？你要去哪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康康他爸已经死了？你说什么？
郑玉亲眼看到的。他看见你们母子跟一个男人在一起。康康喊那个人叫爸爸。你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问呢？你说他已经死了，他叫强兵，你不爱他是不是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你心里没有我，没有我们的以前，那你还来我爹墓前干什么？你以为你良心不安，来给我爹叩个头，就可以得到救赎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没有良心不安，我不需要什么救赎，你不要自以为是。你没有忘记我，你心里面爱的还是我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方俊杰是值得我爱的，好吗？不要自欺欺人了，好不好？我很了解你，你不是个尖酸刻薄的人，你不会说这样伤人的话。你今天会这样说，是让我死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放开你。你告诉我是不是？算我求你好吗？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勇敢面对自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放开我妈妈！放开我妈妈！坏人！坏人！康康，我讨厌你！康康，我讨厌你！康康，坏人！康康，坏人！坏人！我讨厌你！过来，不要这样，知道吗？走。妈妈，你怎么又难过了？妈妈不难过了啊，妈不想。妈妈，刚才那个叔叔是谁？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凶？你还小，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再告诉你，好吗？不要，康康已经长大了。就是妈妈失信于他，就是说妈妈答应叔叔的事情啊没有做到，所以不能怪叔叔。妈妈，是什么事你忘了？妈妈，你告诉我吧。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，听话啊。你们要去哪儿？我送你们。飞机轰炸了，怎么办啊？妈，奶奶，快到后面地窖躲一下，快点，奶奶，快去，对，快嘛，快！哎呦，快走，小心，小心！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妈，去哪儿啊？哎呀！妈妈，不要怕，妈妈在，不害怕啊。妈妈，我害怕。不怕，不要怕啊！没事的，妈妈在这儿呢，不要怕，没事的啊。康康怎么了？来，怎么了？不行的，你会害死他。康康，妈妈在这儿，康康。没事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很快就会好的。
没事的，奶奶。康康是怎么回事啊？癫痫症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怎么照顾他？这样的话，他是不能离开大人的。我知道，都已经习惯了。来，我来抱。俊杰，康康就是你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约翰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走吧，我们俩搭车走就可以了。来，让我送你们吧。我们自己走吧。等会儿，王小毛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走，跟我去警察局。走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走！让开！让开！王小毛！王小毛，站住！王小毛！妈妈，那个叔叔去哪里了？妈妈也不知道啊。这个叫王小毛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呀，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奶奶您坐。哎呀，真是老天保佑。哎，妈，这个鬼地方待不下去了，我们还是离开上海吧。啊！哎呀，咱们家就在上海，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呀？奶奶，李丽他们一家已经出城去了重庆，我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去了昆明了。重庆、昆明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咱们坐车能到吗？得坐船，要不就坐飞机。可是，咱们苏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！妈，命都快没了，要家业有什么用啊？奶奶，您得拿个主意了，咱们到底走还是不走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大发面粉厂也是好几代的祖业呀，总不……没事没事，不用怕，是我方的飞机。这
俊杰，你手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刚刚在躲空袭的时候，不小心摔倒，受了点轻伤。哦，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啊，奶奶，现在的局势非常不利，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内迁？您看，俊杰都说要离开上海，奶奶放不下面粉厂。说的也是，这万一我们走了，回来的时候面粉厂让人占了怎么办？那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啊！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呀！我们可以把机器运走，在那边重新开始。行吗？战乱一开始，工厂要复工是遥遥无期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赌一把，在重庆重新开始。说下去。重庆一下子涌进那么多人，原来的供应会出现短缺。如果我们的工厂在那边继续生产，不但可以解决供需的问题，也能保住工厂。啊，这个办法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做。啊，那我明天就去商会，了解一下内迁的情况。哎，好。哎，雨涵，嫂子，大妈，你可回来了，赶快进屋吧，你梅大哥等你呢。哦，走。国栋，雨涵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康康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康康都变沉了啊。康康，听话，你先出去玩，妈妈有话要跟大伯和大妈说，好不好啊？康康，先出去玩一会儿啊，大伯跟你妈妈说说话啊。来，乖啊。哦。好，去吧啊，小心点啊。啊。梅大哥，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内迁的人啊，越来越多了，这船票啊很不好买，我已经托人去买了。一拿到船票，你们3个就启程啊。还有，我已经给重庆的同学发了电报，你把这封信带过去，给他一看，他就知道了。梅大哥，你对我的恩德，我会记下的。宋老师，别这么说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，能为你做点事，我这心里也感到安慰啊。哎，那你自己呢？你什么时候去重庆啊？哎，我得等局里通知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怎么咳得那么厉害啊？前天夜里风大，把教室的瓦片吹掉了好几块。门房老李打电话来，他就出去了，忙了一夜，回来就成这样。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呢？哎，不用，小毛病，停几天就过去了。你这2天体力好像很差，真的不需要看医生。不用，小毛病嘛。喝点水吧。还在写稿啊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啊，内迁设厂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迁往异地，困难一定会有的，但这也是形势所逼。在目前这个情况下，只有这个出路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真的很有魄力和胆识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一整天没见到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去给爹上坟。上坟？那你怎么不带上我啊？外面不太平嘛。再说你身体也不好，不能到处跑，是吧？
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，爹到底知不知道有我这个媳妇儿？他知道，我跟他说了。你跟他怎么说的？忘了。你别写太晚，早点休息吧。老板，商会那边传来消息，大发面粉厂要内迁了。哦，去哪儿啊？听说是重庆。重庆，跟我想一块儿去。我也打算把公司迁到重庆。老板，我们重庆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去做什么呀？到那儿再说吧。我重庆有亲戚，到那里他会愿意帮我的。别担心，你还是跟着我。到那儿后，你继续注意大发的动向。好的，老板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所有的人都往重庆跑，那重庆的住房肯定不高，建房势在必行。这就叫机会，地产业的机会。哎，对呀，老板，哎呀，你太有眼光了。王小毛，哎，别跑！你别跑！你认识我吗？苏主任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你认识我啊？你认识我，那为什么还要跑呢？我没跑，我妈生病了，我着急回家照顾我妈呢。那你家呢？你家住在哪里？就前面那弄堂。那你前2天呢？你见到方总的时候为什么要跑啊？肯定有事，对不对？你跟我说呀！你要不跟我说，我立马通知方总，马上把你带到警察局，你信不信？还是不说？可以啊。你要不说的话，我有办法，让这个院子所有的人都不买你们家的煤球。不信你试试看。苏主任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压在这煤球上了，没了生意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不只是这个院子，我可以让学校的老师、学生的家长全都不买你们家的煤球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苏主任，你千万别这样，要赚不到钱，我妈的病可怎么办呢？那你跟我说实话嘛！你要跟我说实话，我不但可以放你一马，我还可以帮你啊！真的？哎呀，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啊，要不我会没命的。那你快告诉我呀！苏主任，哎，苏主任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你先起来说话呀！来，怎么了？我也是被人利用的，都怨我当时缺钱，可是我也不想做那缺德事儿。大发被下巴斗的事儿是我干的。到底是谁呢？谁指使你干的？当时我拿钱的时候，好像那个人说了一句什么，哦对，肖总。肖总。机器是工厂生产的命脉，我已经通过商会在重庆码头租了一个库房，机器到了就先放在那边，等找到合适的厂房再重新组装上。这仓库的租金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啊。哎，这也没办法，那些机器不能长时间放在外面的。是啊，那姨婆他们什么时候过去啊？等我到了重庆，找到合适的住处，他们就马上过来。这一家子女人，没一个男人，山高水远的，路上安全吗？金叔很快就回来，有他照应，我应该可以放心。
当时我拿钱的时候，好像听那个人说了一句什么，哦对，肖总。肖总，肖剑，肖总，会不会就是肖剑呢？面粉厂经营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出过这么奇怪的事情，莫非真是肖剑干的？他会不会是想要对付俊杰？如果真的是他，可见他丝毫没有悔过之心。不行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俊杰，不管是不是肖剑，我都得让他知道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让我自己来吧，可以了。丈夫出门，连行李都整理不上，还算是个妻子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我是怕你累了，又犯病了。我就那么没用啊？喂，请问找哪位？我找方俊杰，方先生。啊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喊他。啊，姑爷，您的电话，一个女人打来的。哦，谢谢。喂，我，雨涵。雨涵。你住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我答应过王小毛，不会把他说出去。你一定要留心肖剑呐，知道吗？你听我说，雨涵。雨涵。谁打来的？雨涵告诉我，在他住的地方附近发现了王小毛。王小毛也承认是他干的。雨涵，不要再说了！你还要编什么故事？我编什么故事？我说的是实话。实话？实话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和雨涵分明在暗中来往，藕断丝连，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，在敷衍我和全家人在周旋。方俊杰，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城府这么深、心机这么重的人。雨桐，你听我说，雨涵从王小毛的嘴里逃出，是谁指使他下巴斗的？是萧剑让他做的。你真无耻啊！你为了撇清自己，故意栽赃给萧剑。你不但心机重，还外加一条罪名，恶毒。雨桐，我们是谈正经事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冷静啊？你们俩又吵什么呀？俊杰没有良心，他私底下还在和雨涵来往。方俊杰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吃我们苏家，用我们苏家，还欺负我们苏家的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是雨桐多心，她误会了。我多心？我刚才明明听见你和雨涵在打电话，他和雨涵根本就没有断。我已经解释过了，雨涵有正经事找我谈。谁相信你这个伪君子？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了。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分明是你在欺负我，你还说我无理取闹？你，雨桐，雨桐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雨桐，快备车，快一点啊！雨桐，雨桐，
苏老师，这是船票，你们明天就走，快去准备准备吧。那么快啊？是啊，这船票可不好买，就这3张票，还是因为别人不走让出来的。好吧，那我进屋去收拾一下行李啊。快去准备吧。哎，你也去收拾收拾。国栋，我能不能不走啊？不可以，票都买好了，不可以不走啊。可是你的身体，身体不碍事，你不走，我才真是放心不下。放心吧，这上面一有了指示，我立刻跟你会合。啊，快去收拾收拾。啊，缓过来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医生，那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建议再观察几天，先别着急出院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二太太，那雨桐就麻烦你了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去哪儿？机器明天就要上船去重庆了，我要亲自过去盯着，我才会放心。你还是人吗？雨桐被你气成这个样子，你不关心她，反而去关心那些破机器。那医院有医生有护士，还有你。再说了，医疗的事情我也帮不上忙。你帮不上忙也得在这儿盯着，万一雨桐醒了看不到人又病发，谁负这个责任？可事情紧急，船明天就要开了。谁不知道你押船去重庆只是一个幌子？你是不是急着跟雨涵在一起双宿双飞呀？大发的所有家当都在那边，我不亲自押去，我真的不放心。这是苏家的事，苏家自然会有安排。我刚才已经给老太太打电话了，老太太已经安排了。总之，你不要妄想只身去重庆。老夫人，华副总来了。哦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姨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坐。哎。华安，机器装的怎么样了？姨婆，是我亲手装的，全都上船了。嗯，辛苦你了。哦，不，辛苦的是姑爷，现在时局动荡，他一个人又要奔波，又要疏通，这才能顺利上船。啊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华安，如果姨婆让你一个人护送这批机器到重庆，你可以吗？我一个人？嗯，这姑爷不是要亲自护送吗？老金一时回不来，家里又都是女人。这一次去重庆，路途遥远，万一路上有个什么，身边没个男人，总是不好。所以，俊杰跟着我们一块儿去，护送机器就交给你一个人，行吗？原来是这样。姨婆，您放心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我一定能平安的把机器运到重庆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哦，这笔钱我本来是要交给俊杰带去的，现在也交给你了。这么多钱，您自家亲戚还信不过你吗？谢谢姨婆对华安的信任，华安一定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。嗯。老板，听说方俊杰不去重庆。不去？那机器谁护送？大发的华总。华总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华安，是我远房的一个孙外甥，现在是大发面粉厂的总经理。这是肖剑。哈，华总你好，肖剑，请多指教。原来是肖氏地产的肖总，久仰大名。
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机会来了。老板，华安来了，给他。好。这是给你的支票，我们老板给你的。怎么这么多？我们老板出手一向大方，你呢拿着支票，然后躲起来，千万别被苏家的人发现，知道了吗？要是被发现，我就没命了。既然知道，就赶紧拿着钱离开上海，跑得越远越好。这些钱可是你为苏家人做一辈子也赚不来的。这些钱可是用苏家的身家性命换来的。哎呀，你拿着这些钱，找个地方躲起来啊，再也不用低三下四，也不用听人使唤，多快活呀，老兄！啊，好不容易，姨婆才信任了我。信任值几个钱啊？你以为苏家会一辈子信任你吗？想不想翻身，就在你一念之间。行不行？一句话，没时间跟你磨蹭。哎，你要不要？要。哼，拿这张支票去香港的汇丰银行兑换就行了。还有啊，从此以后，我们素不相识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老板。公司章呢？没有公司章，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。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，姨婆，您别怪我。我知道，我再怎么干，你们也不会给我这么多的好处。宁肯让方俊杰这个外人得意，也不会想到我的。对不起，姨婆，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。